Yo, what's up？ 大家好，我是简子，很开心今天来拍摄 Vanish Magic Magazine 的杂志封面。它是一个国外的魔术杂志，台湾有另外魔术师也上过，就是我们的刘谦老师。那这次很荣幸，他主编其实去年就来跟我邀稿，想要让我登上去年的封面。这次实在太忙了，要专访啊，还要翻译成英文，还有一个新的封面。那终于在今年有空的下一期的杂志，就是我登上封面，讲我们台湾魔术圈以及我们公司的一些故事。记得看到最后，我们会送出实体的魔术杂志 ，check it out。哇，开拍前要先化个妆，但Cindy跟我说，其实随意就好，因为都可以修。一个是粉饼啊，一个是遮瑕，但是美妆部落遮瑕很重要。那痘痘或什么？推荐大家这一款遮瑕膏，我还行。哪一个牌子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不是米奇吧？这次特别讲一下，特别请到 Cindy 来帮我们拍照。上一次的形象照也是他拍，之前 ONG 有用到。然后，之前你帮过蛮多模式拍的嘛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。我记得有刘谦公演是你拍的，刘谦公演是我拍在北京。哇，还有一些其他台湾魔术师或是一些个人。比较近期的就是那个周瑞祥。周瑞祥，新人类周瑞祥，还有谁吗？还有蛮多的。太多了。我记得你还拍过尤和俊。对，尤和俊有他帮很多人拍哦。看到那些哇，刘谦、尤和俊，对不对？周瑞祥、巴斯，不认识没关系。你这个可以剪，这个可以剪。没有啦，我去看他的秀，我们都有去看，很支持的，是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，画好了，那我们来拍照。那今天拍照有什么想法？我们主要杂志需要直立的照片。对，直立的照片，然后留上面空白，要给杂志上字，那就主要是你想要展现的。好，因为我们这次杂志主要是介绍我们公司的产品，我们公司的故事，我们可能会以产品为主。今天有带一个小道具，待会就会看到一个 H logo。Check this out。最早是因为看网络上一个影片，是一个魔术师叫 Saro Takayama， 他是一个来自日本魔术师，是在一个很多人环绕的场合，餐厅里面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桌，然后他把硬币放在上面，观众手在下面，然后硬币就穿越了，接下来他再手去穿越，然后再拿起旁边胡椒罐去做，在那个玻璃桌穿过去，从下面再拿。我看完就觉得，就很神奇，从此就踏入魔术。从我自己有一片橡皮筋教学 Touch 开始，包含我自己跟别人发的作品有30多个。那除了魔术产品以外呢，我也有印牌。从我最早有一副集资的叫 Chicken Nugget Playing Cards 鸡块牌，在 Kickstarter 上面得到大家反馈。另外我自己的话，还有担任魔术顾问。另外最后就是我开讲座。那我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。那之前像去中国巡回啊，日本啊，也去过美国 Penguin Lecture， 最后也去到了 Fizen。这些对我来说是目前我有做过的事情，大家可以看见的成绩。市面上很多公司就是陆续收掉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间公司让创作者投稿，让他们就是专心在创作上，然后我们就帮他好好的去发行，制作出好的作品以后去发行，那这个对我来说蛮重要的，所以我就成立了这间公司。通常大概3个月到6个月，但是这完全取决于是什么类型的产品，比如说它可能是个教学型的东西啊。要附一些材料，那可能还是要设计包装什么，这种相对快一点，因为我们还要上字幕，我们基本还要走过一次中文字幕，再翻成英文。那加上现在我们有一些教学要做多国语言，那相对的时间就比较久，也有一些拉到1年甚至超过1年的，像我们杯垫啊、神木啊、神域这些都花了超过1年以上的时间来开发。也对我来说，开发的时间固然重要，但是我自己更在意的还是这个东西够不够好，能不能对得起我自己的这个标准，我自己才最在意这个。首先你要有个点子，有点子之后，再来就是你把它做出来，样品做出来以后，评估怎么去量产。同时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你还要做的是包装设计，加上这个拍预告之后，就是正式量产，最后就是最重要的上市发行。
制作一个魔术产品呢，首先要有一个 producer 制作人，再来就是要有一个人创作这个魔术 creator， 再到通常管这个的会有一个 project manager。project manager 之后，很重要的就是工程师或是道具师，接下来就会有美术要包装设计，美术设计完以后呢，我们需要拍照片、拍影片，就需要拍照的人、拍影片的人、导演、摄影师，最后产品需要有人包装跟做品管，然后最后就出去了。发行魔术作品到市场有几点特别重要的，这边提一下。第一个是你一定要做好 research， 跟我会说做好功课，这个很重要，在发行之前。接下来就是 credit， 就像你论文后面会有引述嘛，通常我们一定是基于其他人作品创作出来的，天下无原创。你 credit 了别人，未来别人也会 credit 你，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。再来第三个很重要就是 do your best， 这个 do your best 有分3个面向，就是那个本质要先做好，道具就是你要顾好品质。然后包装，蛮多魔术师或者厂商不在意包装，所以我自己很在意是包装，我们包装都有特别设计。再来是你的一个门面，门面是指就是像预告啊、宣传照这些，所以我的 do your best 就是指这些面向。以上这些都做好的话，相信你的发行会越来越顺利。COVID-19 我相信影响全球甚巨，我们也是有被整个环境影响。那可是我们有做出一些应对，就是我们在台湾有办一个线上魔术大会，让大家在线上相聚，然后得到大家很好的支持。那之后我们也持续的举办线上的研习会，所以虽然是有被影响，但我们有做出一些政策改变，所以算是挺过来了。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我自己要会想要演这个魔术，我这样才对这个东西怀有热情，很重要。除了这个先决条件以外呢，再来就是这个创作或效果要很独特。这独特有分3个面向，第一个是呈现出来的画面，再来是本身这个魔术用到的方法，最后就是这个道具或是这部教学的质量。比如说神木3个都有。第一个以前虽然有个铜块的版本比较重，但是它出来是铜块嘛，那我们出来是木头，画面呈现又不一样。接下来第2个是方法上，以前会有一些拿起来看或玩久会有瑕疵，那我们在方法上去改良以后排除了这个问题。最后一点是 quality， 那神木的 quality 不用说了，你买了看就知道，基本上就是个工艺品。我自己觉得先以创作的角度，有2个事情一定要注意。第一是你要增进自己的魔术知识，再来是丰富你自己的生活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灵感就来自于这2个。生活中的灵感最多的是来自于电影啊、音乐啊、画作啊。太多了，自己因为大学主修电影的，所以我很喜欢欣赏电影。电影中就有很多独特的画面或想法，也可以感觉到创作者的那个灵魂。那你可以把它转化到你自己的作品上面。所以我很大一部分的灵感是来自于电影。还有很重要一点要讲的是，建议所有创作者和魔术师都要除了魔术以外，要有涉猎其他领域。我这样讲的就只是多培养不同领域的兴趣，都可以是你灵感的来源。哇哦，终于出炉了 ！Vanish 国际魔术杂志第99期，2022年10月号，最后主编选了这一张，就是你们开头看到 Cindy 帮我拍的照片，我很喜欢。然后这次呢，其实之前也登上过其他魔术杂志，Kill 魔术出的这个 Penguin Magic Monthly。3月份的，当时这一整本都是讲橡皮筋魔术，我在里面也贡献了我个人的一招，当然很开心他们选我当那期的封面人物代表。那这次上这个 Vanish Magic Magazine 呢，更不一样的意义是，他在专访我跟我们公司还有台湾魔术圈的一些内容，总共用了10页、20张图、3000多字，真的是很让我感动主编他的很用心程度。然后这也是继我们刘谦老师之后第2位台湾魔术师登上这个国际魔术杂志，非常荣幸。那这次呢，我们特别跟主编商请，因为这是一本数位的线上杂志嘛，我们印了几本实体的版本要送给大家。所以呢，你只要看下面的资讯栏，我们会有赠奖的活动，然后会签名，会拿到实体的这个杂志。除此之外呢，如果你想看里面的内容，资讯栏也有附纯中文的翻译版本。在除此之外，我们跟主编又商请了免费的线上观赏连结，你只要进去打 email 名字，就可以拿到免费的数位版本。以上就是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未来还有上其他魔术杂志，我们会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。我是简子，我们下次见。